这句话啊，这句话这个一出来哈，我就知道他在撒谎啊！我要是法官的话，就因为你这一句话，我已经判断你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了。老王哥您好，昨天他给我发邮件了，我没看见啊。昨天给您发邮件，怕您没收到，今天附上孩子的照片。我是您的忠实教徒，现在在加拿大读书呢。今天给您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我，是因为我的朋友真的发生了一件让人非常揪心，但当事人又几乎完全无助的事情啊！我朋友在美国的阿肯色州，害怕新生儿感染甲流，然后把他放在车里20分钟，自己下车办事儿，被人举报，被警察带走，并且孩子也被警察带走了。想请求您帮忙借您的频道，看看是否有粉丝能伸出援手啊？不对的啊，就是你朋友没这个鸡巴概念，你朋友是个傻逼，就这么简单。人做了傻逼的事儿，挨打要立正，挨操要撅好，明白吧？不要找理由，那都是山河四省农民才干的，找理由嘴硬，奸猾没有用。什么叫新生儿感染甲流啊？这是理由吗？哪有甲流啊？那阿肯色州满街都是甲流吗？你这他妈的就是找理由。你就是他妈觉得把小孩放在车里，自己去尿个尿办个事儿，10分钟就回来没事儿，你这不是正常的吗？你中国人好多人都不知道这个规矩啊！你就说我不知道规矩，我他妈是啥不好，我他妈很后悔，我现在恨不得自裁，你这就对了，你不能说害怕新生儿的感染。好了，我们接着念吧。事情，大致是这样的，就是把王叔气坏了，可不他妈的，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我有一位好朋友，平时很热心，是上海人，经济条件很不错，但是未结婚男士，挺善良，但是年龄大了就想要孩子啊，正常啊。在美国阿肯色州，这很聪明啊，去阿肯色就得了，代孕可能去 LA 啊 ，LA 大洋妞都学坏了，给你代孕的话，收了你前面的定金啊，怀上孕之后就 discharge，然后人就跑了因为生多累啊，懂吧？因为你付钱都是。就是一段的付嘛，比如先付1/3定金，然后怀到就是生产之前付多少，然后拿到小孩付多少，人家不要后边的啊，怀上拿定金跑了啊，就是加州的大洋妞已经学坏了啊，据说德州和阿肯色还这种啊红脖子州还都那红脖子女孩都挺好的啊，他们就是好像收个10几万美元嘛啊，10几万20万美元，他们就高高兴兴了，都大洋妞干这事儿啊。那在阿肯色州的 Fort Smith 啊，就是史密斯堡 FORT 史密斯啊 Fort Smith 代孕了一个孩子。孩子刚生20多天啊，照片给我发过来，哎呦，好可爱的孩子，白白净净的，特别好啊，那孩子。这期间悉心照顾，正在办理回国的一切手续啊，这可以理解，他在办什么出生证明啊、返程证啊，要去使领馆啊，就类似于签证，新生儿也有的啊，要带回去啊。那么期间发生了这么非常大的变故了啊，就是他把孩子放车里，妈被人报警了。他英语不好，非常无助。前几天因为担心带孩子进入人多的场合会感染甲流，又是放屁啊，一派胡言，不要再跟我提这句话，我不信。我不管你当时真的怎么想的，还是假的怎么想的，至少你这句话我根本不信。我带过好多孩子，我自己家多子女家庭，我也是父亲。说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出去，我怕孩子进 shopping mall 里边购物中心里感染甲流，我就把孩子放在车里，锁在车里。你这个理由不成立啊，除非里边是枪战现场，我不把孩子带进去，明白吗？所以，那么他一时判断又强调这个理由，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中国人撒谎成性的这种中国人啊！你给我写信，我要批评你啊！你作为他的朋友。他遭了这事儿了，他肯定是要给自己找理由。你不但不提醒他正确的解决方法，你他妈还替他强化这种理由，那你甭要孩子了啊！他一时判断失误，把孩子留在车里大约20分钟啊！我现在对你的时间也产生怀疑了啊！因为你撒了第一个谎，就会撒第二个谎啊！但由于不了解美国的法律，结果被路人报警。正常啊，不要说孩子，狗都会给报警的，你明白吧？你把狗一个狗放到车里，只要是夏天，一定会有路人报警。你就别说孩子了啊！为什么？因为在车里，现在还好，现在是冬天。夏天车里或者狗或者孩子在车里会热死的啊，热射病就是中暑会死掉的，无数次血淋淋的教训啊，所以呢这是很严重的事情，这比打孩子严重啊这个问题。所以你可以说不了解美国法律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中国没有这个说法啊，中国目前为止中国人没有这个说法，但是美国、加拿大、澳洲，我相信新西兰一样的啊，发达国家都一样的，一定要注意不能打孩子。不能把未成年的儿童，12岁以下叫未成年啊，12岁以下的儿童单独留在车里是 criminal 听得懂吗？刑事重罪，明白？孩子都知道，我们家宝贝都知道，说爸爸我们不能自己在车里，在车里的话你就是 criminal illegal。所以你可以说我不了解美国法律啊，人不知者则无过嘛啊，就是全世界都能理解这条，你真的不知道呀？被路人报警了，12号被警察直接敲门抓走了啊，肯定是警察循着车号来抓你的啊，不是现场抓走的，因为他走了啊，孩子也放在寄宿家庭了啊，17号下午联系上代孕妈妈才被保释出来啊，说明他连个朋友都没有。现在的情况是他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处于保释期，这属于正常，不要害怕啊，在美国在加拿大被警方逮捕是很正常的，就是说老王这么正常，你是不是经常被逮捕？错，老王是非常有知识的人啊，就是这是一个法治国家，警察看你不顺眼，你当时不配合，警察是有权利讲出那个叫什么米兰达那句话，就是你可以保持沉默，但你说的任何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啊。在你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你可以不跟警察说任何东西，然后你配合警察被逮捕就行了，然后警察给你上铐子，宣布你被 you're under arrest，就是你被抓了
啊。你 under arrest 和你有罪之间可有巨大的鸿沟啊！警察上门敲门问你，或者警察在路上拦下来你，都有权利把你 under arrest， 就是把你铐走。但警察没有权利决定你是犯罪，听懂了吗？你是否犯罪不是警察决定的。他说你犯罪了，你一口口水吐他脸上没事，为什么？因为他是警察，他没有权利榨制一个人是否是犯罪。什么人有权利决定一个人是否犯罪呢？法官。法官和法院陪审团或者法官，他们才有权利决定你是否犯罪啊！警察只是把你控制住，控制住，这就是逮捕你，就是控制你嘛。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被保释，而且美国的保释金呢很低，所有的中国人都出得起啊！美国保释金非常的人权啊，不会说老听说7000万美金，那都是傻逼，贫穷限制了他们想象力，他们造谣说7000万保释金不可能啊，没有这数啊。那么一般的情况下，保释金呢几万啊、几千这都有可能啊，这就是保释金。所以他已经被警方逮捕，目前处于保释期。二，面临阿肯色州的1级刑事指控，可能会坐牢，这是他自己吓唬自己。为什么？警察指控你都是按上限来啊，尤其是涉及妇女儿童，明白吗？在美国，在加拿大，妇女儿童的权益，就是你作为中国人，你很难理解啊，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妇女儿童、残疾人，你最好还有原住民啊、印第安人，你最好别惹人家，为什么？他就是有特权啊。所以警方看到小 baby24天的小 baby 放到这儿来的话，告你过失故意杀人啊，杀人未遂是有可能的，差着你呢。那这个是警方，但是警方这么干，法官是否支持，这可就两码事了啊。知道我们频道的老教友都知道，当年在温哥华，我的小教友在温哥华跟我面基过的一男一女一对儿打架，这男孩打了女孩一巴掌，女孩就报警了，其实是互殴啊，因为他们俩跟我面基，女孩比男孩也不矮啊，报警了，警察涉及的打女人，你打老婆，我操，那咵你抓起来了，抓起来也一样啊，保释啊。然后那警察也要控诉他家暴啊，那孩子还没有加拿大身份，吓够呛，问我怎么办？找律师找不起啊，加拿大律师多贵啊，开价就6000、8000、1万加币啊，他都准备了2万加币，问我怎么办？大家有印象吧？大概在2024年春节前后啊，我们最后教友集思广益啊，因为有奥兰多的哥们就干过同样的事儿啊，走了流程告你，你不用找律师，你自己去就行了。为什么？律师没鸡巴屌用，因为法官要看你，不是看律师，法官要看你，要听你老婆解释，法官也是人。这他妈是美国法官跟中国法官不一样的地方。美国法官和加拿大法官首先是人，而且他不贪啊，不要钱，非常正义。他拿了法官的这个 title， 他在社会上扮演法官的角色。这些人的心地非常善良，他的目的不是把你放到监狱里让你吃牢饭，他的目的是消解社会的戾气。所以我跟他当时我们的教友好，我们这些集思广益好，最后给他小男孩小女孩出主意，小女孩也很着急啊，就是一冲动的。第一，以后再也不要干这种事情了啊，男的不要打女的，女的不要报警啊，这都不要再干这事了，要不然给大家添麻烦啊。这是第二。女孩认认真真写一封信，这封信写给谁呢？写给法官啊。女孩啊，写给法官，把事情前因后果讲清楚。哎，我们俩当时啊是互相推搡，然后他推了我一下，我呢生气了，我当时就卖的了，我就打电话报警了。我现在非常后悔，他平时对我如何好，从来没有动过手啊。那我们俩以后再也不打架了啊，我们好好的做人啊。女生写，男生写没用啊。然后男生在法官的面前承认错误，不要找理由，不要说我怕甲流啊，我怕 COVID 我就打我老婆了，不要说这个，就是我不懂法律。啊！我当时 crazy， 我当时卖的了，我他妈的就是傻逼了，我气疯了，我好后悔啊！因为我也是没结过婚啊，这是我第一次同居啊，有的时候我就是不理解女性的心态啊，所以我再也不了啊！再有，我宁愿遭受最严重的惩罚。哎，把这态度讲清楚。大家猜怎么着？因为在加拿大，如果判你有罪，马上就判完之后就押解回中国了，因为你有刑事记录了，在加拿大无罪释放啊！温哥华那个家暴小夫妻，咱们教友无罪释放，1分钱律师费没花。为什么？法官一听就懂了，你这个东西你只要不撒谎，夫妻俩这一看都是21、22岁的小孩，2个人一出庭，法官一看，这不就是他妈七仙女和董永吗？哎，回家啊！加拿大人也是人啊，所以呢，诚恳认错啊，不要找什么假流的理由，你多说一个假流，法官就会在心里边给你减1分。好了，尤其是夫妻吵架，不要说理由，到他们法官那说他当时说了哪一句话刺激了我，不要说这些东西，说这些东西说明你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你还在给自己的暴力找理由啊，所以。面临阿肯色州1级刑事指控啊，这是正常的，必须指控你，否则的话，警察凭什么抓你啊？警察难道要赔你100万吗？啊，如果警察没有理由就把你抓住了啊，折腾你一片，你完全可以找律师跟警察要100万美元，那不可能啊，所以警察必须指控你，严重可能会坐牢，坐不坐牢是法官决定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警察决定的啊。警察可以指控你，但是不是由警察决定你坐牢，是由法官。中国人不知道啊，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悲哀。中国人以为警察抓起来了，自己就是罪犯了，因为中国的公检法是一条裤子，都是听党指挥的，这边是自由世界，是文明法治国家。公安局、检察院、法院是3权分立的，没有听党指挥这回事，彼此之间是互相制衡的，明白吗？所以，第三，孩子已经被社会服务部就 DHS 暂时带走，这也是正常的。狗和孩子
啊，都会被接走啊。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安置在寄宿家庭，寄宿家庭一般是白人的主流的基督徒家庭啊，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孩子也不会受罪啊。他们对孩子的抚养权归属会进行判断，没错啊。4，目前社会服务部就是 DHS 已经同意过2天让爸爸去探视孩子，但案件还在推进中，孩子什么时候回到他身边不知道。走程序啊，美国和加拿大都是法治国家，是要走完程序的，不是你给钱他就能加快的，千万别行贿啊，在这里边千万别行贿啊，1分钱都不要给。不要给这些办事人，这些人你不要跟当时中国找个人托个人，送2瓶酒，我操，那完蛋了啊，那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按程序走。要对什么呢？要对所有的见过你的人，因为这些部门 DHS 这些部门这些经手的这些管理人员，都会给这件事情，就是英语叫 file， 就是这个档案写备注，一定要表现出你作为父亲的责任感，对孩子的爱，明白吧？要听王叔的啊，要有演戏的精神。啊，要带上奶瓶，带着尿不湿，左边带着奶瓶，右边带着尿不湿，弄着婴儿背带，反正你甭管用得上用不上，你全都带进去，就是什么，就是爸爸啊，就是开心，就是关心啊，这个对孩子的准备啊，另外也准备孩子用的尿不湿啊、水瓶啊这些东西，常备的药啊，你都带着，然后你要交给他们，你说这个我担心你们这儿的东西不好，或者我孩子你用我的啊，他们肯定不用，但是他们知道你是一个很负责的父亲。要用最好的啊！我看你照片了，东西都买的不错啊，你这像个爸样啊！好嘞，那么5，他英语不好，对美国法律体系完全不了解。你可以不了解法律，现在了解来不及。你记住这么几句话：美国、加拿大是一个人情味很重的社会啊，不是法治社会。我们在中国经常啊以邪传邪说美国是法治社会，一切都是按着错啊。我跟大家讲过很多次，就是北美社会，你首先啊碰到这种事儿，你首先要知道 deal 这个词 DEAL， 你可以不懂法律，但你一定懂 deal。川普有本书叫《deal 的艺术》，就交易的艺术，就叫交易。所有的事儿都是交易的，包括法律上的事儿，法官是可以跟你谈条件的。这个谈条件不是收贿啊，那是2回事儿，就是使这个国家司法运行成本降低，而社会效益最高，社会效果最好。所以你本着这个思路去出发，你就能够游刃有余，从从容容。所以啊，我告诉你啊，对，我那阵子有时候我那时候警察读了米兰达法案，然后检察官起诉我，法官直接说人家第一次又不原谅他，放回家撤案。这法官就是撤案的，换句话说，你别怕他，你要是强调什么甲流啊，强调什么20分钟，法官反而烦你啊，你就实话实说，你说我是中国土老帽，我他妈连个英语也不会，我就想要小孩，我就相信美国的孩子好，美国的灵魂干净，你就这都实话呀。啊，美国的代孕制度也法制健全，没有后遗症啊，美国的代孕妈妈的身体也更好，所以我就来美国了。然后我操，我也不知道你这儿有这么个制度啊！你看我这后来我赶紧学，我就觉得这个制度特别好，让儿童遇到风险最低化，我算是学会了啊！我不但学会了，我以后到中国我也按照这个规矩来，你这就对了，明白吧？人家也是人情啊，所以这叫人情社会。法官一看你啊，这人还不错嘛，就是个傻逼嘛。好了，傻逼这个事儿知道了，不傻逼了吗？啊，就牛逼了吗？放了吧，哎，就饶了你了，明白吧？你这个被饶了的，你这个案例被饶了的可能性非常大，就跟那夫妻俩打架一样啊！当时我就告诉他，你不要害怕，那两口子都他妈的在我这儿哭，你不用害怕，为什么？你这事儿，你王叔啊。告诉你，你这事儿100%我不敢说99%没事儿，为啥？哎呀，一看就知道你俩咋回事，你俩别鸡巴瞎在里边加戏就行，实话实说就放你了啊！包括你这个当爹的也是啊，他们得记住我4个字：实话实说，不要往里边添东西，不要往里边想行贿，不要想这些东西啊，就是要充分认识自己错误。如果这段时间看不着孩子，干什么？赶紧补课什么呀？现在有小红书啊，现在都有什么 ChatGPT 补美国儿童的权益法案。打小孩怎么办？骂小孩怎么办？小孩的权利怎么去维护？去把这块东西都给我补齐，然后把郑玉巧育儿书给我读3遍，最好他们买一本郑玉巧育儿书给打出来带到法庭给法官看。郑玉巧育儿书这么厚，老子他妈当爹的时候每次都看郑玉巧育儿书这么厚，我从头翻到尾。小孩肚子疼怎么回事？小孩哭声是哆来咪发嗦怎么回事？嗦发咪来哆是怎么回事？你这些东西你才是证明，向法官证明你是一个爸爸，你是一个能把孩子养大的爸爸。听明白了吗？想别的没有用，英语再好没有用，你他妈英语再好，你他妈贩毒的，你能当好爸爸吗？但是你英语虽然不好，但是你对于新生儿非常重视，你对于新生儿的知识非常了解，你就能当一个好爸爸，听懂了吗？所以你这个时间与其费这个劲啊，不如去把当爹那套东西补齐。就看你把孩子扔到他妈的车里自己去办事儿这一件事儿，就他妈知道你不配当爸爸。至少警察抓你那会儿，你他妈是不配当爸爸，你根本就没把当爸爸这件事儿 seriously 就是认真的考虑过。你他妈还以为是抱养一只狗或者抱养一个猫，抱养一只狗抱养一只猫都不能放在车里，何况是个人。所以呢，这是我替法官批评你，法官也会这么批评你。我告诉你，今天我跟你说的所有的话，刚才那段法官会用英语告诉你啊。所以6，身边没有
律师资源，当地华人很少，他联系了在纽约的华人代孕公司中介，但是中介在孩子出生完收完钱后就不管他了，那是这事跟人家代孕公司有什么关系啊？代孕妈妈都是他让警察代为联系的，代孕妈妈知道他的人品，所以非常愿意帮他保释。你这碰上阿肯色的大白妞了，你就是这个红脖子好人，你碰上那种特鸡贼天天抽烟喝酒吸毒的女孩，那人家也不会帮你的，所以你这命好啊，所以啊，你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就得了啊，你别找不找律师无所谓啊，这跟打架一样，所以我个人的概念啊，不找律师和找律师啊没有什么区别啊，因为你这个案子不复杂，哎呦，不是那种辛普森杀妻案，辛普森杀妻案是必须有律师的，因为这事儿就是他干的，我操，那律师帮他各种他妈的耍流氓，那你这太简单了这事儿，所以你就按照好好的就跟夫妻俩打架一样，你就好好的你就承认错误就行了。7，美国警察给中国大使馆说，知道是文化差异，但是有人举报了，他们只能按章办事。中国大使馆以不干涉美国司法为由摆烂。哎，这话说错了啊！不是我是大外宣啊！我跟你讲，中国大使馆就是不能干涉，不是中国大使馆摆烂，中国大使馆最多啊，中国大使馆可以做我现在跟你说这个事儿啊。中国大使馆给你打电话，告诉你1、2、3、4、5，这是他应该干的。但是你大家知道，大使馆那吃公粮的共产党，他能管你这事儿吗？但是呢，你说中国大使馆以不干涉美国司法，就算摆烂，那你还真冤枉中国大使馆。中国大使馆是不能帮你打电话或者帮你协调，因为这是美国法盲啊。8，朋友精神压力非常大，挺好，哎，挺好，不是坏事，不是坏事，最好是压死他，让他36个小时别睡觉，这是最好的。为什么？让他永远不要忘记这个痛。你王叔我有一次在加拿大快乐的从农场开皮卡回家，我都开车都特别规矩，然后后边警车响起，警察把我 pull over， 然后就跟你们在电视看美国警察，然后那个啊下来摸一下你车，然后就过来问你，然后他一看我是华人，他那个手就没摸枪套，他问我，哎，你知道你什么事吗？我拦你啊。我说不知道啊，bro，我说他是我不知道我干啥了，我没超速啊。他说我在后边跟你半天了，我查了你的车牌，你没买保险，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呀，我买保险了呀。他说你都保险过期2个月了。我操！我一想，哎，是我失望，因为我买车的时候在西人的车行买的车呀，我找的西人就是买车的时候上的保险，我呢忘了把我那个华人保险经纪通知一声了。一般我华人保险经纪跟着我啊，那我的那个车到期之前，他就会打电话自动给我续费，把我信用卡要走就得了，是我都不用担心，我也不用操心。那么这是新车我给忘了，然后警察当时就开了一个罚单，多少加元？675加元。啊，就是超速2次罚金，675，因为你没有保险，你在路上跑，这是重罪，警察就开了675加元的罚单，就跟我说，先生啊，这是按照规矩给你开的罚单，如果你不服，或者你家里边有困难，你可以在法庭，因为这可以出庭的，你可以去法庭啊，那个抗辩，法官大概率会饶过你，因为你是第一次，然后他就走了。我在他走之前，我说我现在立刻马上就去银行给你交钱。我不出庭，为什么？我要永远记住今天的疼啊！就这675加元，我要永远记住，因为我好心疼，我抠啊！675加元对我来说肉疼啊，好几顿好吃的没了。我要记住，我这一辈子都不要再犯这个错误啊！警察高兴坏了，谢谢啊，哥们儿，就冲你这句话，你今天把车开走吧。我一点没跟你夸张啊，因为按照法律，如果警察严格执法的话，你丫没买保险，你在路上开，警察摁住你的时候，警察是可以把你车拖走的，你不能上路了，你没保险啊。懂吗？就是警察严格执法，你今天这车是必须被我拖走，然后等你补完罚款、补完保险，你去拖车公司自己开车去，拖车费也得你出。就因为我跟他说了刚才那句话，我说我一定不会上庭，我要马上交钱，10分钟以后你就会你这个罚单就会变现。为什么？因为我要让自己永远记住。警察说，哥们儿就凭你这句话，你把车开走了，我就把车开回家了嘛。所以这是一个人情社会，这既是法治社会，又是人情社会。法治是指的什么？秉公执法，绝不徇私，绝不收贿。人情是什么？人情就是看你犯法之后你的态度和你的状态。你如果你想的是逃避法律制裁，与执法者周旋到底，那就是他妈往死里弄你。如果你是真他妈的后悔，哎，算了啊，能饶你尽快饶你，明白了吗？所以你朋友精神压力大非常好，就应该让他精神压力大，让丫永远记住今天这个教训啊！他没想过会这么严重，哎，你现在知道了啊，不晚。处于崩溃的边缘挺好，只要不崩溃，在边缘就是好事啊！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法律，因为你们都没小孩嘛，都是小年轻嘛，正常。朋友为了这个孩子提前了3、4年锻炼身体，去美国之前专门上了育儿课，这句话非常重要啊！去美国之前上了育儿课，这句话非常重要，把上育儿课的记录带到法庭上去，给法官看，我上的育儿课记录找到，育儿课的那些课件啊，老师给你们的课件备好，就我说那个郑玉巧育儿书带上啊，是那里唯一一个上课的男士，哎，这个挺好啊，我们北京人比你们上海人强，看来我们北京就我当年上老大的时候，我们那个育儿班那全都是男的，一半都是男的，都是新爸爸，怎么给老婆扶着老婆走路啊？怎么帮老婆做孕妇体操啊？怎么给老婆补充营养？我花钱上的育儿班，那育儿班那不是公费的，都是自费的。本来以为办完所有回国手续就可以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生活在一起了。前天出狱后，那不叫狱啊，你说一帮法王，那个叫看守所啊，那个叫 jail 啊，那个狱叫 prison。
有罪的人才去 prison， 没罪的人是在看守所的，就是就不让你回家啊，就是那等于是临时留着你，在看守所的人没有罪的啊，就是法官还没审呢。那但是我远在加拿大，并且我现在拿的是学签啊，不能离境啊，正在续签，也无能为力，也是第一次听到一个平时铁骨铮铮的大男人打电话的时候大哭，让他听我今天这一段啊，他就心里有底了啊。而且我保他按照我这个事儿做，我保他80%没事啊，因为我非常了解啊孩子，我更了解作为父亲，我更了解法官，法官肯定也是父亲啊。他也知道了这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啊，也愿意为此承担责任啊。责任就是他煎熬几天，别起泡，这就够了啊，没有别的责任了啊。但是我相信他确实不是恶意啊，更不是于虐待，那当然了，因为平时给他聊天时，他对孩子态度非常好。希望孩子尽快回到爸爸身边啊，毕竟这个时候孩子很需要安全感，需要爸爸在。所以想冒昧的，请您帮忙看，是否可以帮忙读一下信，或者问一下啊，我给你读了，问了啊，有没有阿肯色州的华人帮忙介绍一下熟悉当地刑事辩护和儿童保护案件的律师，白人律师，哎，白人华人的阿肯色啊，小石城 Little Rock 和 Fort Smith， 有教友在听的话呢，你们可以给我来信，或者直接给他来信啊，指导他啊。那我不觉得需要律师啊，那你们要觉得说老王那你真错了，在我们阿肯色是需要律师，那你也告诉我啊，说老王你弄错了啊。那阿肯色相当于什么？我一句话也能明白了，阿肯色相当于中国的甘肃啊，兰州啊那种地方，青海啊，阿肯色很落后啊，非常落后。美国，克林顿就是那儿的参议员啊。或者有没有在美国阿肯色愿意提供翻译和法律指路、心理支持的人也行啊，那倒可以啊。咱们有教友在阿肯色对当地熟悉的啊，能帮他忙的可以跟他联系啊。特别希望这个家庭在最困难的时候能有人告诉他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就是我这已经说的够清楚了吧？把什么东西、什么文件带着啊，然后强调自己是什么啊，不要再提是什么啊，那鸡巴假流永远不要再提啊。如果您觉得合适公开，转达给帮得上忙的人，将感激不尽啊。提供我的联系办法，那他的联系办法，阿肯色的或者了解的教友给他联系这个办法啊，他叫 DLIN， 他应该姓林啊，叫林什么玩意儿啊 ？DLIN 啊，39931啊，DLIN 39931 @gmail.com 啊，有懂的教友可以帮他一下。非常感谢您一直以来为海外华人发声，提供信息和力量，让我们海外华人能拧成一股绳，真的是万分感谢您看到这里啊！祝王哥家里幸福啊！什么您的忠实粉丝 Linda 啊，他叫 D 他叫 Linda， 所以他叫 DLIN 啊，39931 @gmail.com 哎呀，这个小宝贝可爱了。老王严重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啊！刮痧电影看一下，事情比家暴严重多了，一定找法院当地律师，很可能被剥夺孩子抚养权。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认为刮痧的电影我也看过啊，我认为那个老头啊。之所以产生那么严重的后果，就是因为直到最后那个老头也不承认自己有错误啊，懂吧？那这才是关键，不是文化冲突，而是这个老头直到最后1分钟他都不认为自己在做错事儿。那你那法官你也太不给法官面子了啊！你不信你自己看刮痧电影，你看最后爷爷承认错误吗？啊，所以这个就是不行了，因为你象征着落后，我操！你他妈给孩子后背弄得轻条死一条的，会把老外吓死的，你这